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图灵测试这个词语，相信不少热爱计算机和 AI 技术的同学们都不陌生。自从诞生以来呢，图灵测试一直都被认为是判定一个人工智能是否真正拥有智慧的最重要判断标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讲一讲图灵测试。首先，咱们先来聊一聊它的起源。图灵测试是翻译自英文 Turing Test， 是阿兰·图灵于1950年时提出的一个关于判断机器是否能够思考的著名实验，测试某机器是否能表现出与人等价或无法区分的智能。1950年，阿兰·图灵在他的那篇名垂青史的论文《计算机械与智力》中说道：我建议大家考虑这个问题，机器能思考吗？但是由于人类很难精确地定义什么是思考，所以图灵提出了他所谓的模仿游戏。在书中呢，图灵介绍到，这个游戏会需要由3个人来做，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还有一个提问者，他的性别没有限制。游戏呢，需要提问者待在一间与另外2人完全分开的房子里，提问者不能看到这2个人，也不能直接听到他们的声音。提问者在游戏中的目标是确定另外2人到底哪一个是男性，哪一个是女性。游戏允许提问者可以向这2个人提出合理、间接的问题，比如说头发长度、颜色、身高等，而被问到的人则必须做出真实的回答。同时呢，这一男一女2位被提问者也拥有另外一个游戏目标，就是尽量使提问者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当其中一人被问到头发长度时，他可以回答说：我的头发是卷发也是短发，但是其中最长的一束大约有10厘米长。这样一来呢，提问者很有可能就会被他的回答误导，从而无法准确地判断对方到底是男是女。同时呢，图灵也规定，为了不让提问者从对方的语音声调中获得信息，被提问者的回答应当写出来，若能打印出来则更好。最理想的方式是2间房子之间用一台电报机进行交流。接下来就是这本书中的核心了。图灵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考：如果这个游戏中用一台机器替代掉这一男一女其中的1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提问者能够发现他询问的对象是机器吗？在这种情况下做游戏时，提问者做出错误判断的次数会和机器上场之前一样多吗？图灵认为，如果询问者无法判断另一个屋子里面到底是人还是机器，那么这个屋子里的机器就可以称得上是有智能的，有思考能力的。图灵测试貌似是一个简单的模拟游戏，然而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极为深刻。在图灵的《计算机械与智能》一文中，图灵总共从7个方面探讨了机器能否思考这个问题，包括智能计算机特点、机器智能的评判标准和智能计算机的学习能力。作为一位严谨的思想家，图灵还设想了图灵测试中可能会遇到的9个方面的反对意见，包括神学方面、数学方面、心理学方面的反对意见，并且逐一进行了辩驳。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搜搜看一看。哇哦！自从阿兰·图灵的论文被发表后，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也开始尝试使自己的计算机器能够通过图灵测试，也因此引发了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探索狂潮。所以也可以说，图灵测试的出现也意味着人类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开端。70年以来，有太多的人工智能都尝试过通过图灵测试，而有极个别的竟然真的通过了，也因此引发了科学界的大量争议。
早在1964年时，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瑟夫·魏泽堡就编写了一个名为 ELIZA 的程序。ELIZA 通过在语言中提取关键字，对原对话进行反馈，让更多人认为 ELIZA 善解人意。一旦用户有所怀疑， ELIZA 就会采取请继续这样的更为宽泛的回答。令人震惊的是，许多与 ELIZA 交谈过的人都会真的认为刚才是在和真人聊天。于是当时的学者们都迫不及待地表示， ELIZA 的出现代表了计算机械如何理解自然语言问题的一种普世解决方案，甚至被认为在治疗心理问题上都是很有作用的。1991年，纽约的慈善家勒伯纳设立了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竞赛奖项——勒伯纳奖，用于专门奖励每年一度的图灵测试竞赛的优胜者。冠军的奖金额度为10万美元。勒伯纳竞赛如今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盛会，每年都有人工智能领域的最顶尖的专家前来参赛。竞赛的项目就是图灵测试，看谁带来的机器最具备人类智能的特征，谁的机器与人类的反应最难区别。起初的竞赛呢是限制主题的图灵测试，例如只限制于数学主题、体育主题和政治主题等。而1995年之后，这类限制被取消了，参赛者可以准备任意方面的主题。2008年，计算机 Albert 获得了该年度的勒伯纳铜奖。当年10月底，在英国雷丁大学进行的决赛中， Albert 以文本对话的方式和12位经过严格挑选的测试员交谈，结果有3位测试员认为他是一位真人。测试员们同时一致表示， Albert 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他的幽默感和敏感，而且能够主导对话。在勒伯纳奖最后的测试中， Albert 还用调侃的方式暗示自己就是机器人，这也导致一些测试员认定这是一位志愿者故意的误导行为，从而将 Albert 判断为人类。比如说，当测试员问他是否吃过早餐， Albert 回答道：是的，但我错误地把牛奶倒在了我的早餐上，结果还没吃，它们就生锈了。我原本应该倒机油的。然而，尽管当时 Albert 的表现非常亮眼，但是3/12的结果使得他还是在图灵测试中失败了，因为图灵测试通过的标准是30%的错误判断率。2014年，英国雷丁大学为纪念图灵逝世60周年，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组织图灵测试。一个名叫 Eugene Guzman 的聊天机器人被30名裁判中的10名认为是人类，因此以33%的比例首次通过了图灵测试，轰动世界并引发了巨大争议。质疑者认为 Eugene Guzman 作弊，说他没能像人类那样适应各种各样的对话问题，只是耍花招把自己的古怪回答兜回来。也有人指出他的知识储备有限，全靠模仿和欺骗，并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 What？ 而认同者则表示 Eugene Guzman 能够成功的欺骗裁判，难道不正是人类的精明之道的体现吗？目前呢，只要在搜索框输入 Eugene Guzman 就可以直接登上官网，直接开聊，免费，也不需要注册。我也试了一下，确实感觉很不错。除了聊天很智能，能够主动引导话题以外，还有自己的记忆库。当我和他聊了一会儿过后，又反过来询问他对于我的国家有什么看法时，他回答道：我一直想去中国看看，这个国家很美，并且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而除了智能聊天软件以外，目前人类用图灵测试开发出的另一个常见的应用场景就是字符验证码。准确来说，它的原理其实是反向图灵测试。这类验证码会通过扭曲一些字符，只能让人类认出其中的字符，而计算机则不能。这和最初的图灵测试使用的原理恰恰相反。目前，在各种网页的登录页面都会常常看到它。使用了这种验证码，网站就可以极大地减少不法分子通过插件和小程序来从网页内抓取资源了。无论如何，
图灵测试以及为了通过图灵测试而开展的技术研发，都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内推动了人工智能，特别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也十分相信，很快人类就将迎来 AI 真正使人信服的通过图灵测试的那一天。不过，当那一天真的来到之时，你又是否会开始怀疑，宇宙会不会就是一台巨大的图灵测试机，而人类又会不会是很早以前就被流放到地球上的一批已经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呢？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